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优酷独播，侯明昊、何宇领衔，古装武侠大剧来袭，少年感拉满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少不了少年人的热血。这话用来形容少年白马醉春风再合适不过。这部在酷场独家播出的古装武侠励志群像大剧，硬是在武侠剧回暖的浪潮里，搅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浪花。别以为又是那种打打杀杀的老套路，这里的江湖有酒有剑有兄弟，更有少年人在迷茫里找方向的真实劲儿。说它是武侠版成长修炼手册都不为过。先得说说这剧的阵容，那叫一个星光璀璨。侯明昊挑大梁演男主百里东君，何宇一人分饰两角玩反转，张晨霄、夏之光、白树这些自带流量的年轻演员凑一块儿，再加上邱心志这样的老戏骨压场，简直是颜值与演技双 buff 叠满。江真宇饰演的易文君，胡连新饰演的月瑶，也不是花瓶角色，在江湖风波里照样有自己的高光时刻。群像戏能拍到这份上，看得出剧组是下了功夫的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朝堂和江湖像拧麻花一样缠在一起的虚构世界，表面上两边各玩各的，实则谁也离不开谁。就拿镇西侯府来说，明明是武将世家，按理说家里的小公子百里东君该舞枪弄棒，琢磨兵法，将来继承爵位保家卫国。可这哥们儿偏不按剧本走，别人寒窗苦读的时候，他在研究新酒配方；别人挥汗练剑的时候，他捧着酒坛琢磨如何酿出能让神仙都醉倒的佳酿。说他是古代版叛逆少年吧，他又不是瞎胡闹，这一切都源于他和发小叶云的一个约定，将来要一起成为江湖上最牛的酒仙，走到哪儿都有好酒喝，有故事听。可惜这约定刚画好饼，就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。叶云突然领了盒饭，消息传来那天，百里东君把自己关在酒窖里，对着一坛刚酿好的青梅酒哭成了泪人。从那天起，他酿酒的劲头更足了。别人问他图啥，他晃晃酒葫芦，我的替两个人完成梦想。那股子执拗劲儿，像极了我们身边为了兄弟承诺死磕到底的朋友，让人看了又心疼又佩服。就在百里东君一门心思当酒业大亨的时候，家里人看不下去了。镇西侯老爷子一拍桌子，咱侯府的子孙不能整天醉醺醺的，直接把他打包送到了天下第一高手李长生门下。谁都以为这娇生惯养的小公子会哭着喊着回家，没想到李长生就教了他一套基础剑法，他练着练着突然开了窍，悟性高的吓人。别人练1年的招式，他看2遍就会，甚至还能举一反三玩出花样。李长生捋着胡子偷乐，这小子是块练武的料，以前怕是藏拙呢。短短几年，百里东君就从九蒙子逆袭成了师门里最能打的弟子，剑耍得比酒葫芦还溜，活脱脱武侠世界的学霸逆袭记。更妙的是，他在练剑路上还捡了个红颜知己月瑶，两人初遇是在一场江湖宴会上，百里东君喝醉了耍剑，剑气不小心扫落了月瑶鬓边的花，他手忙脚乱道歉的样子，让月瑶笑出了声。就这么一眼，俩人心里都长了草。后来一起闯秘境，斗恶人，百里东君替他挡过暗箭，月瑶帮他解过毒。月下盟誓的时候，百里东君举着剑说：“以后我左手握剑护你，右手提酒陪你，咱就过一剑一酒一双人的小日子。”那画面甜得能齁死人，弹幕里全是民政局搬来了的尖叫。就在观众以为这会是个江湖恋爱甜宠剧时，剧情突然来了个大反转。一个自称叶鼎之的游侠出现在江湖上，这人剑法路数和叶云一模一样，连喝酒时喜欢敲3下桌子的小动作都分毫不差。
百里东军第一次在客栈遇到他时，手里的酒碗哐当掉在地上，酒洒了一地都没察觉，这不就是死而复生的叶云吗？原来当年叶云是被人陷害，不得已假死逃生，改头换面成了叶鼎之。故人重逢本该是皆大欢喜的事，可叶鼎之身上的戾气让百里东军心里发沉。这时候的叶鼎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和他勾肩搭背说要当酒仙的少年，眼神里多了太多算计和仇恨。他看着百里东军，你现在是侯府公子，武林高手，哪还记得当年的约定？这话像针一样扎在百里东军心上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只想着喝酒谈恋爱，侯府的责任，江湖的安危，他都躲不掉。从那天起，他酒葫芦里的酒少了，剑鞘里的剑亮了，眼神里多了从前没有的坚定。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。几年后，叶鼎之因为妻子易文君被明德帝抢走，气红了眼，再加上别有用心之人挑唆，竟然拉起一支队伍要掀翻朝廷，中原大地瞬间战火纷飞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江湖门派也被搅得鸡犬不宁。这时候，所有人都盯着百里东军，一边是曾经生死与共的兄弟，一边是天下苍生的安危，选哪边都像在剜心。他没有像偶像剧男主那样犹豫不决，而是召集了一群江湖义士。叶鼎之是我兄弟，我不能让他一错再错，但天下人是无辜的，我更不能让他们遭殃。他带着人一边阻止战火蔓延，一边想办法唤醒叶鼎之。有场戏看的人热血沸腾。两军阵前，百里东军单枪匹马冲到叶鼎之面前，没拔剑，先递过去一坛酒，还记得这酒的味道吗？当年我们在桃花树下喝的就是这个。叶鼎之看着酒坛，手抖得厉害，严厉的杀气慢慢变成了迷茫。那一刻，没有刀光剑影，却比打一场硬仗更有力量，这才是江湖该有的样子。不是非黑即白的厮杀，而是哪怕站在对立面，也记得当初的好。整部剧看下来，最打动人的不是酷炫的武打特效，也不是缠绵的爱情戏，而是少年人在成长里的蜕变。百里东军从只想酿酒的佛系青年，变成扛起责任的江湖领袖。叶鼎之在仇恨里迷失，最终被兄弟情拉回正途，就连月瑶也从需要被保护的少女，成长为能和百里东军并肩作战的伙伴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成长就是学会在想做的事和该做的事之间找平衡，哪怕跌跌撞撞，也要守住心里的那份道义。现在武侠剧不少，但能把江湖气和少年感结合的这么好的不多。少年白马醉春风里，有酒的醇香，有剑的锋芒，更有兄弟间你走歪了，我拉你一把的义气，和少年人天下兴亡我有责的担当。如果你看腻了套路化的剧情，想找一部能让人笑、让人哭、让人热血沸腾的武侠剧，那这部绝对值得冲。毕竟，谁能拒绝一个喝最烈的酒、打最狠的架、守最真的义的江湖故事呢？最后想问一句，如果你是百里东军，面对误入歧途的兄弟，会选择手起刀落，还是拼死挽救？来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，看看谁的江湖观最对味。